为什么中国的文艺作品大多数都很低级？为什么中国人普遍沉迷于吃？中国人长久做顺民的文化深层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反省与批判官能的麻木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反省与批判官能的麻木。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社会、个体状态的问题，其复杂性、暧昧性、局限性的掌握与敏感度，远远不及西方人与日本人，因此对现代化的贡献可谓是交了白卷。把现代中国人的文艺创作以及电影一类的大众艺术与欧美日的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在电影方面，也从没有达到苏联、东欧、古巴、印度或者非洲的某些佳作的水平。中国人在这方面不是在说故事，就是在道德说教。事实上，多半是两者兼备，这一点以大陆居多，或者表现为溢出的伤感主义，这一点以台湾居多，或者是白痴化的拳打脚踢，这一点以香港居多，或者是做好人加上小丑化，这一点以新加坡居多。如果出现什么写实主义、批判现状等，也多半是抄袭国外的性格、桥段与话头，不是变成纯粹的模仿的话，就是拿别人的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的确，我们很少见到中国人对自身人格形态的分析、自身特殊的代际关系、两性之间的形式对比，以及性的诸般形态的探讨，或者对社会上流行现象的大众心理学含义的反省，或者对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文化态度做出研究，或者对文化中是否具有酒神性因素或者神魔因素的知觉，或者对邪恶、生死、不朽、再生、成人仪式、天国、地狱等等象征符号的自觉运用。中国人并不是没有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但是自古以来对现行状态的批判都是采取道德重整的态度，也就是整顿歪风，对民众加强教育，而其意向总是古胜于今，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做出稍有深度的批判，也只有在5·4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昙花一现，那是因为国难当头，又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才出现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个不正常的时代中，才会产生像鲁迅那样的人。他早期的文化批判就不限于针对社会的不正义，还在某一个程度上触及文化的深层，而且在个人对生死、邪恶问题上的感受也十分有深度地运用到文化中的象征符号，例如坟与黑暗的闸门等等。事实上，回顾几千年来超文明体系底下对现行社会的批判方式，那就是将当前的一切不好归咎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国人的这种批判并不是导致人的解放，而是控制人的一种方式。因此，无论是披着孔孟、马列或者基督的外衣，其实都是一种伪批判。中国人对自身问题做出反省与批判的官能的麻木，还表现在这样一个倾向中，那就是把自身的问题通通赖到外国人身上。例如，认为歪风是外来的。历来中国人都有为自己的问题找外在的撒旦的倾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在受到外力宰制的时代，这种批判还有一点点实质，但是长此以往，则会变成一种反帝派或者义和团万灵丹，而这种万灵丹也足以将自己的毛病继续养下去。固然仇外的情绪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会有，但是在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中，就会只局限于少数教育程度低、心胸狭隘的人，而不像中国人那般广泛。事实上，美国在麦卡锡时代就曾一度出现将眼前的所有毛病都赖在非美活动人士的身上的情形，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批判。然而，中国人既然一度深受帝国主义之害，因此义和团心态就倾向于被反帝的正义行动掩盖起来。不过，在目前将良知国有化的政府搬动这种借口，就只有压制自己人的功能，因此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伪批判。第一，心灵结构的不成熟，因此很少有自我的觉醒，也难得由自我去组织适合于一己灵宇宙的开展与完成的方式，只有让一套外来的规范去定义自己以及定义一切，这其实是没有私人意识，
让身外的一套规矩制约自己的童年状态的延长。因此在中国人之间就只可能出现泛道德主义或泛规范主义。第二，私人基地不存在或不发达，也就不可能出现强大的内省基地，使个体很难对打在自己身上的文化密码产生高度的知觉度，更不用说是将他们与自己对他们的反省与再诠释做出比较并加以批判。第三，因此个人就不足以构成一个强大的批判基地，而必须去符合跟大家一样的公共类型，以及接受继承下来的一套现成看事物的范畴，更不用说会像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描写的主角那样，以一己的信念与整个社会对抗。第四，中国人的为人太过温柔敦厚。我们在上面曾经指出，中国人对被管训对象的态度，例如父母对已经成了年的子女，国家对青少年，总是倾向于把他们当作是不道德的主题，但是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以及一般人对周围的世界，却总是一副温柔敦厚的态度，从不往坏处想，更不会诸多挑剔，一言以蔽之，中国人的毛病就是不够缺德，人太好，不会用放大镜来挑毛病，自然也说不上批判的敏锐度。第五，的确，中国人的身体化倾向使他们只要有一口饭吃，能够安身，就心满意足，安分守己了，不愿乎其外。因此，对政治的冷感，人权的麻木，对事物反省与批判能力的迟钝，其实是同一种倾向的不同表现。第六，中国文化也基本上缺乏超越意向。这种情形，中国人身体化的倾向可以说是十分形而下的文化偏向，它减去了任何幻想的翅膀。既然对现今的事物如此的执着，自然也不会导致人对自己状态的不满。第七，中国人即使能够超越这些身体化的存在，也多半是将心寄托在一个对象身上，这个对象可以说是国家或民族，但是这个认同和回归的对象却是一个母胎，它既然是自己的心寄托的场所，自然不会成为被剖析的对象，因此这种安心的导向是对他的更为投入，其最高境界甚至是为他舍生，使之重趋于和合或团结，也就是说是一种拨乱反正，而不是凌驾于他之上或与他决裂。第八，中国文化这个超稳定体系基本上也没有二元对抗、邪恶与魔鬼的这些要素，中国文化独有的邪恶观念也只是阴阳失调，不能保持和合，失去稳定的状态。然而真正的文化批判往往是以魔的形式出现的。希腊神话中的偷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就是与天庭对抗的角色，而浮士德中的魔鬼也是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秩序。但是正因为失去了平衡，才会出现动态，并在变动以后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新的平衡。中国文化里唯一与它近似的角色只是《西游记》一书中的孙悟空。总的说来，中国文化里基本上缺乏魔鬼的因素。然而真正的文化批判者在刚一出现时，往往就是有意识地以最大的不道德的面貌出现，也唯有这样方能导致一切价值的重新转移。也就是说，将先前大家一致认为是道德的说成是不道德的，将先前被当作是不道德的转化成为最道德的。但是中国人肯定自己的方式却是大家公认的好，因此中国人的拨乱反正式的批判者就总是以最大的道德者的身份出现，于是也只能导致道德重整，也就是提倡古风，整顿今日的歪风。的确，犹太基督教的善恶二元斗争的动态目的意向性，总是将天国放在历史尽头的未来，而作为中国人的天下太平的理想模型，却是处理历史起点的尧天顺日。因此中国式的道德重整基本上不会导致对现阶段二人状态的超越，反而是一种对人的控制松弛的恐惧。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张力的散发，以及私人状态的不发达，是否导致强大的内省基地的难以确立？至少它造成了冷嘲与反讽意识的不发达。冷嘲并不一定全是好事，美国人普遍的冷嘲是建立在人际感情互不信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与环境四面对立的紧张，却也磨锐了批判力的利刃。中国人却是可以连政府都当作爸爸妈妈的，但一旦这个信赖幻灭之时，却又会转化为极度的冷嘲。但这种冷嘲只是天真的失望，不会形成深刻的批判能力。反讽则是一种可以衍生批判力的意识，它是只能看到一个事态的弦外之音，一重意义背后的相反含义，一种立场的自我颠覆。中国的正名思想是完全排除反讽的，
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宗教情操不是导向超越界，而是导向人间关系的。于是搞起名分的图腾崇拜，将它变成一种名教，令人间关系、社会名分完全将人吸纳，好像一个人不会有私人化的自我，或者不会有社会力控制不到的潜意识领域。中国人对正名的反抗顶多是冷嘲，却难有反讽。80年代初期的一些大陆电影，也借反派角色与外国人，去代替一些中国人自身不能尝到的禁果。在文革期间，从银幕上消失了的华贵场景、漂亮人物、欢歌艳舞，如今都用民国时代的国民党人去浮现，请外国人当临时演员，则除了抬高一部电影的身价之外，也用他们来衬托一些高贵的场所，带入中国人去跳想跳但被禁止掉了的迪斯科。另一方面，在描写中国人的贪慕虚荣者或阿飞喜欢出入的场所时，也少不了这样的洋演员作为生活的布景。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反映出行动者的基础是反射性多于内省性，服从上级的安排指令，追随社会的大溜，心中其实并不认真，但也没有强烈反对。也就是说，是只想保持与环境不要出现紧张关系，到了想满足自己一己私欲的时候，也是受情景摆布顺流而下地表露出来。因此，不用说看不出事态的反讽，连前后的不连贯也浑然不觉。个体如果一味地保持与环境和谐的话，那么不变成植物人的话，也会变成变色龙。强大的内省基地的浮现，是因为主题与环境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对抗。身体感觉是情感的基础，情感是认知的基础。动物情感投注不到的地方，就不会有认知对象的存在。人如果死了，情感能源系统全部关闭，就连知觉都没有了，而认知则是批判的基础。一个人如果除了口腔以外的其他感官接触都不强烈，那么鉴赏美味时也许会特别的挑剔，其他的批判能力却不会发达到哪里去。这一期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而上学的猖獗这2个专题。